好久没聊动漫了，这回继续来聊个温馨的漫画吧。漫画中的女主想去自杀，临死前把自己的身体租给别人用了3个月。好故事阿正陪你看，这回要聊的漫画叫《身体租赁》。故事发生在未来，科技发展的非常迅猛，时不时就有科技公司推出一些全新的技术。可这跟我们的女主没什么关系，现在的她只想在网上找找有没有什么不痛苦的自杀方法，未曾想却找到一份征集自杀者的通告，希望自杀者能为全身瘫痪的女性提供3个月的医学帮助，不需学历也不用什么工作经历，事后的报酬更是非常丰厚，截止日期还就是今天。这通告看起来很可疑，感觉像什么诈骗内容。女主本来没什么兴趣，可在看到通告上急需帮助的字眼后，鬼使神差点了提交申请。或许她也想用自己这毫无价值的生命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，顺便也让自己在这世间留下些许痕迹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就接到了电话，让她前往面试地点。她一言过去，半路想起了以前的事。她的家庭很早就破碎了，高中时老爸出轨，抛弃妻女，跟着别的女人跑了。老爸消失后，老妈也跟着自暴自弃，开始带各种男人回家。她有点看不下去，便从高中退学，彻底离开了那个家。老妈听闻她要走时，没有半点挽留。离家后，她也试过交往男友，可是男人也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，成天不务正业，全靠她来打工养活。而即便这样，那个男人都抛下她跑了，这让她很崩溃，自己就这么没价值吗？她累了，感觉好像活着已经没什么意义，就干脆试着自杀好了。结果就看到那则奇怪的广告，想着就当是临死前给别人帮个忙也好，她就这样出发了。到地方却发现那是城市中央最大的地标建筑，看对方应该是个大富豪，上去见了面，发现那是个瘫痪的老太太。老太太年纪虽然大，精气神却很足。经一旁的助理解释，女主发现这所谓的租用她的身体是要做个手术，才在脖子上植入信号接收器，能让老太太远程遥控她的身体。女主自己会像看电影一样旁观老太太的举动，这老太是四肢瘫痪，想重新体会一下活着的感觉。老太表示，她曾是一家大公司的社长，赚了很多钱，可惜年轻的时候不爱惜身体，结果得了重病，不小心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过老太太不后悔，她说自己现在比小时候要好多了。她年轻时父母都是酒鬼，自己便离家出走，一个人打拼，好不容易才获得现在的成就。听到这，女主感觉老太年轻时的处境跟自己现在很相似，她也有点好奇，明明生活同样艰难，为何老太却能迸发出这么大的活力？那边老太继续说了下去，她其实对女主这样的自杀者没什么兴趣，可与其健健康康的自杀，还不如在死前把身体借给她用一下。她想再一次感受一下健康的身体。当然，她也表示手术不是100%的安全，为此她愿意支付高达3000万的报酬，同时也会给女主考虑的时间。女主是无所谓，反正她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了，干脆看看老太想怎么用她的身体去生活。于是手术就这样开始了。经过好几个小时的手术，信号接收器成功埋进了女主的身体里。手术很成功，老太能远程控制女主的身体去行动，只是一开始还不太习惯，连吃饭这种简单的行为都很难做到。女主对这样体验也很新奇，处于连接状态时她无法控制自己，只有视觉、听觉还有味觉能共享，这就像是用旁观者视角去看电影一样，回归后疲惫感才会上来。老太虽然不太习惯这种方式，当然是对此乐此不疲，很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，有时候还会心情愉快地跟女主斗嘴。老太很珍惜这3个月的体验期，甚至还打算去一家初创的 IT 公司应聘工作。她觉得那个社长有点像她的初恋。社长看她只来这工作1个月，本来是想拒绝的，可老太却相当有热情，被这热情打动，社长最终决定留下她试试。找好了工作，老太也没回原来的家，而是直接住进了女主租的公寓里。她吐槽这公寓真够糟糕的，不过她年轻时住的地方比这里更破，吃的东西也更差，所以倒也无所谓，只要这双手和脚能动起来，她就很满足了。日子就这样一点点过去，老太好像有着无穷的活力，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想去尝试，对那份工作也处理得游刃有余。同事们都很喜欢老太的性格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女主似乎也能感受到一些老太对生活的热情。明明是同样的身体，表情却跟过去的自己截然不同。她很感慨，原来只要稍微改变一些想法，生活就会迎来这么巨大的变化吗？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，很快3个月的体验期就要到了。老太在公司工作的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，临走她希望社长能送她去车站，而在车站门口她鼓起勇气吻了上去。老太流着泪向社长表示了感谢，她对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，已经没什么可遗憾的了。回到老太原来的身体旁，医生切断了2人的链接，女主重新回到身体里，那无比的疲惫感一下都涌了出来。她难以想象老太究竟是怎么顶着这么重的疲惫还能完成那么多的事，
老太也对这3个月感到恋恋不舍，感慨真是段快乐的时光啊。实验结束了，女主也要和老太道别了。临走，老太向女主表达了谢意，她觉得女主用不着去自杀，只要女主愿意就能做到很多事。这3个月里，她是用女主的身体切身实地做出了很多成就。如果以后女主遇到什么困难，她会帮忙的。女主把这话听了进去，因为她是亲眼看见这3个月里自己是有多么大的改变。她相信无论未来有怎样的困难，她都能克服。回家后，她也试着重新找工作，去好好生活。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故事到这里就迎来了尾声。漫画本身是挺美好的，处于绝望状态中的女主在老太的感染下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。女主之前所处的状态是很典型的习得性无助状态，生活给了她轮番打击，让她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没用，甚至想要去自杀。这让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实验，叫塞里格曼的狗。塞里格曼是著名心理学家，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做了一个关于习得性无助的实验，研究怎么让狗得抑郁症。他把2群狗改到 A、B 2个笼子里，并给笼子通电，但只有 A 笼有切断电源的杠杆。狗被电得嗷嗷直叫，开始在笼子里乱窜想办法。A 笼的狗很快就学会通过摁杠杆来切断电源，但 B 笼的狗却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在一旁干瞪眼。经历多次实验后，他把2群狗放进了 C 笼。C 笼虽然没有杠杆，但笼门没锁，只要跑过去把门顶开就能走。当 C 笼通上电后，曾经待在 A 笼的狗很快就学会怎么从 C 笼逃出去，可曾经待在 B 笼的狗却只会趴在笼子里呜呜的忍受电击，一动也不动。B 笼的狗就陷入一种习得性的无助，它在轮番的打击下形成了一种信念，就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没用。但这个实验还有后续。塞里格曼认为，既然无助是可以习得的，那乐观同样也是可以习得的。他手把手地摁着 B 笼狗的爪子，让它一步一步地从笼子里走了出去。多试几次亲身体会到成功的感觉后，他真的摆脱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。即便再次遭受电击，他也很快找出了逃脱的方法。这情况就和故事中女主的遭遇几乎一模一样。那老太是身体力行让女主体会对生活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样。这种亲身体验是治愈无助感的最好办法。不过了，故事虽然很美好，但人性往往经不起考验啊。如果现实中真出现这种科技，温情故事恐怕会变成恐怖故事。毕竟重回青春的诱惑实在太大，那些垂垂老矣的富豪更有可能会直接绑架年轻人，把年轻人变成自己的备用身体。那些可怜人的意识会永远困在自己的大脑里。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好了，这次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。但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，阿正下次会给你一一讲述。关注阿正，陪你看更多好故事。